如果这电视全都是电视购物了，那就不会有人买电视了。希望平台能听到我在一个渺小的地方的这么一声渺小的呼唤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7月25号，星期四，我的最后一个训练日了。今天咱们回评论，今天有点累，而且关注我 Strava 的小伙伴应该看到，我这几天有时候下午会出去跑一个短的，特别热。今天早上出来早，现在感觉还好。好在玉堂金，这也是大阪马拉松的路线之一，是我反方向从那边这么过来，到这儿差不多9公里。这应该是大阪市内算是很宽的街了，两边都是名牌，前面是万豪酒店。去年那个巴黎球队来说就住这儿。行，一会儿咱们聊评论啊。最近总看大阪城了，给大家拍拍街景。咱们回评论。说特别热，出去跑步，跑一会儿好像身上糊着好多北京烤鸭的卷饼的那种饼，比喻太具体了。是这样，这天气你轻松跑的那种热，就觉得特蒸，然后特没劲儿。像昨天那种强度跑完那种热，觉得浑身是跟着火一样，就特想拿凉水浇一下。这不通透，哎，坚持吧。有小伙伴说，上周跑1000米的间歇，组间3分钟，能跑到3分49，好像是跑了8组还是10组，我忘了。然后说上周，反正就是隔一周吧，跑800的间歇，也是休息3分钟，跑6组就不行了。是因为之前跑太快了吗？我觉得啊，他说是因为太热了嘛，因为热了1到2摄氏度。我觉得吧，不差那么多。就是人不是随时随刻身体状态都一样的，心理状态也不一样。但是呢，我看您的描述，我觉得对您现在来说，这个强度可能不合适，因为1000或者800组间休息3分钟太长了，而这个组间休息您顶不下来的话，那我建议就不要顶，就不如降强度，或者先打基础。就是间歇跑是会拉高我们的能力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万能的良药。我觉得，对大部分跑者，多跑跑阈值跑，或者是多跑一跑快一点的匀速，尽可能效果更好。等您需要跑间歇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是1000米的1000米一组的话，应该在2分钟的休息或者以内。一般常见是2分钟，像我们休息1分半是比较激进的，因为我们组数少。下一个啊，这手上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个特普通的魔术头巾，我都不记得是哪个活动送的了，哪个马拉松博览会，没有那么讲究，也没有什么速干吸汗，就很普通。因为你真的需要擦汗的时候，什么速干吸汗都差不多，都干不了，你回家都是湿的。每周50公里，本来就瘦，然后越来越瘦，不想这么瘦怎么办？我觉得可能就不光是胖是饮食的问题，瘦也是饮食的问题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本身肠胃吸收的不好，所以运动员得选材嘛，吸收的不好意味着能量获取效率低，
你恢复可能也受影响。说实话，一周50公里，一个月是200公里。如果你不控制饮食，男性过了34、35岁，你的身材绝对是越来越胖的。所以从饮食着手吧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吃的太少了，或者肠胃不好。如果您担心瘦就不跑步，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，可以试试调整，给您加油。所以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？能吃能睡不长肉，然后呢，能量全都用来修复疲劳和损伤了，或者大部分，这才是优秀的运动人才，运动身体。我不行，我还是容易长肉的那种。3伏天跑步是看体感还是看心率还是看配速？我觉得体感是第一位的，然后配速是第2位的，心率是第3位的。这体感至少你能维持还能跑，你别跑1公里就不行了，那就没有用了，对吧？然后配速呢是这样，你不光能跑，你也不能太慢，对吧？有时候看有人跑步，感觉还没走着快，这种就不如不跑。最后才是心率，因为如果您不是因为有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来跑步锻炼的话，只要是健康人，你看我昨天那么冲，强度不小吧，但是绝对不可能，不说绝对，就不可能出问题的。那一般人要想把自己跑成那样，那得多不容易呀，根本不可能。这跟您开车一样，您就一脚油门踩死了，没人限速，一般情况下你也不可能把这车踩坏了。所以心率没那么重要，心率是个就跟我说跑姿一样，是训练的结果，而不是过程和目的。别多想。说我的视频昨天分了章节，对啊，其实啊，就我知道的能做得更好的地方还有好多，只不过就是我每天的时间跟精力确实有限。你看我发视频发的挺早，说明我的这一套工作流程我已经很尽力了。我会更努力，以后需要挂章节的我就弄一下。至于你们说看到视频模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哔哩哔哩有什么新的算法，因为我是没有开启那个优先 1080p 30帧的。它有一个功能在后台可以设，就是你开了以后，你的视频可以早一点发布，但是人们看到的是低清的，我是没弄的。但是在哔哩哔哩发的还是1080分辨率的，在其他地儿是4K 分辨率的，因为确实哔哩哔哩的转码太慢了，发4K 就要多两个多小时甚至3个小时的时间。而且其实困扰我最主要的就是它是个黑盒，它没有状态，就是它显示的永远都是告诉你审核中，但是你也不知道是转码了还是没转到什么程度了，是不是卡住了，所有都不知道，所以没办法。而且各位看更清楚的也得花钱，我是觉得一个好的平台应该是让付钱的人为内容付钱，为更好的内容付钱，然后赚钱的人因为创造了更好的内容拿到更多的收益，而不是靠卡功能，或者是要让花钱的人买东西花钱，然后呢让本来应该创作内容的人去卖东西赚钱。那大家想一想，如果像我小时候，你要打开电视全是电视购物了，
我不知道年轻的小伙伴们看没看过电视购物，特别有意思。如果这电视全都是电视购物了，那就不会有人买电视了。人们买电视是因为想看许文强和冯程程，对不对？是为了想看世界杯，是为了想看某个电视剧、某部电影。那时候甚至说，比方说某天中央6要放什么电影，提前定好了闹钟去看，对吧？或者像我小时候，我说看新闻联播对表，谁也不是为了看电视购物买电视的，讲道理吧？希望平台能听到我在一个渺小的地方的这么一声渺小的呼唤，对吧？本身还是你有更好的内容，人们才会来看，然后你才能带动其他的。就跟动漫卖周边卖 IP 一样。好，小腿胫骨疼，这就是强度大了，超过你的能承载的负荷。但是每一个跑步的人都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也有，我训练的强度大了也会，只是我不说，我就忍着了。因为你有过一次以后，你就知道它会疼成什么样，多长时间自己会好。就像足底筋膜炎一样。那跑步的前几年，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的足弓没有疼过。像现在我要是比赛完以后的恢复跑，最疲劳的、容易疼痛的也是足弓，但是平常已经不会了，就是你练强大了就好了。包括像有小伙伴说梨状肌损伤、梨状肌综合症，我也有过，很严重的那种。那段时间练了好几个月，都感觉梨状肌那个部位里边肌肉是不存在的，就跟个皮带似的硬的。但是后来它也自己就好了。大部分时候，人的损伤都能自愈，或者差不多自愈。我们这一生就是不断在损伤自己的过程，损伤加自愈，损伤加自愈，直到什么时候这个平衡打破了。那我们这一生就结束了，就开始结束了，对吧？这躲不过去啊！而只有未来是有限的，人才能努力，才能幸福快乐。如果未来是无限的，第一，咱别说你努不努力，我觉得人都不会幸福快乐了。下一个。36度还能跑吗？能跑。然后这两天下午出去跑都是36、7度，就是特别辛苦。得喝水，使劲喝，只要保证使劲喝水，然后别中暑就行了。最好就在家周围，别去太远的地儿，就是你万一不舒服能赶紧回来。但是大部分也不会，就中暑这个事儿，不单纯是因为热，也不单纯是因为累。都是你看不到的一些可能的问题，比方这段时间你身体哪有问题，再加上外界因素。但是对普通跑者来说，中暑这个事儿，应该是人们可以面对的最危险的事情几乎没有之一了。像那些什么心脏出问题什么这些都是极小概率事件。就像我昨天说似的，好些事在全世界每天每时每刻都发生着。你看这边的警察局门口都会贴昨天有多少交通事故，多少人受伤，多少人去世，都会有一个数，而且都是一个区域范围的，区域看上去没多大。但是你看我们天天在街上跑，现在我在街上时候少了，因为在北京的时候我也没事上街。大家应该也能知道，就北京这种大城市一天有多少交通事故，像纽约、东京有多少交通事故。但是平心而论，你能看见多少呢？所以它是个极小概率事件。下一个，夏天跑步擦汗带水和手机，擦汗不带水，不带手机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有时候带水，就用那种一次性的食品塑料袋，搁一包水，系一个死扣，然后喝的时候给它咬破。
喝完以后找垃圾桶就扔了。这边就都是直饮水，都能直接喝。虽然风味可能会有一些没有纯净水那么好，但是其实没太大问题。我就看到那位糖尿病的老爷爷，马路对面黑色衣服，背对着我。哎呀，再过些年就不能叫老爷爷了，叫老大哥了。其实按说现在就得叫，人家也就比我大20多岁。对，老大叔。下一个啊，听小伙伴说，破3之前不需要练什么特别的，只需要多跑就行了，对不对？特别对。只不过这种实话说了，有的人觉得不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看啊，我说句不客气的话，有些人其实是没有这个毅力和怎么说和决心去维持跑量的。然后呢，这一部分人中的一部分人就会用其他的东西去安慰自己，比方说我的课表特别的丰富，然后我今天又怎么着了，或者说哎，我今天跑步又认识了谁谁谁。不能说跑得慢的人都这样，而是这样的人大部分是那种情况，而真正默默的每天出门就跑的人都会有好成绩的。破3之前确实真的不需要什么额外的训练，你就想办法跑快点就行了。间歇呀、变速啊，甚至长距离都没那么重要。因为破3的那个速度是在很多一般的人的天花板以下的，而且足够下。这个天花板就是指你每天出门就跑，而不是而不需要跑得多快多快。但是您要是想更快的破3，那当然增加更多的强度课对速度的提升有帮助，你就能更快的破3，这我不否认。所以有的时候这种话我不爱多说，说了可能觉得有人说你这样说话不腰疼，但是我自己也是啊，就是我觉得只要练，而且甚至只要你年头足够了，都不需要像我说的320公里一个月。我那时候可能就将300公里一个月，但是我那时候跑了第5年，我跑了3小时02，然后第6年加大了跑量，就2小时51了。它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很多人都是倒在了路上，或者放弃在了路上。老说破3这事儿，就是因为破3马拉松确实是对一般人，就我们普通的爱好者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安慰。甚至就我现在我跑进245，我也没有觉得说像当时破3那样我那么觉得自己那么厉害。所以我劝小伙伴们，如果想一直跑下去，就努力，肯定可以的。行，差不多准备的都回完了。我今天也估计不会跑那么长了，咱们宣言后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呀，还10公里，喝水，喝水。哎，继续。哎，7月25号星期四清晨6点29，训练结束。今天是第4个训练日，就跑了16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12，中间停了2次。喝了好多水，你看湿得透透的，真的太热了。而且我现在夏天的时候出门计体重，大家也可以试试，出门称一个，回来称一个。我差不多得喝1升水这一趟，我大概算了算，有时候可能像那天我实在不想买了1瓶水，对吧？得1升多，
1升多的水就是2斤啊，差不多。然后回到家体重还能前后差将近3斤，确实是挺厉害的。那今天大家聊聊评论，我觉得夏天的训练是磨练意志的好时候，有的时候想象跟回忆会抹掉好多痛苦，而保留下那些开心的东西。但是亲身体验这种，你看今年是2个2伏，对吧？等于说今年是有4伏，然后他们这边的节气或者说是风俗吧，昨天也是这边所谓的入伏的日子，吃鳗鱼饭，还昨天吃了鳗鱼饭，都是艰难，你看这汗就往下滴，所以没有冬练3-9，没有夏练3伏，就会少一些马拉松赛场上的坚韧不拔。这也就是我说，有的时候你说夏天这一次跑步，冬天那一次跑步，真的能让你的机体提升多少吗？不一定，但是能让你的罩提升不少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明天休息日了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